嗨，大家，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 我是 Olivia OO。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一次做完洋装的这个旧床单，最后被我改成了2件事，有一件细肩带上衣跟这一件非常海滩富贵奶奶风的感觉的短裤。这件上衣的模板来自于 Jess 的一件洋装，我自己在背后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设计。来看看 Jess 的模板，测量胸围和可以完全覆盖胸的高度，画出这样的长方形。我们可以左右对折来操作，之后对称的部分会比较方便。对折后画在哪一边就都没关系。先在上缘标记出1/4胸围加1公分，还有1/2胸围加2公分的位置，这分别是胸线和侧线。接着标记胸部两端顶点距离除以2的位置，要测量的还有胸部顶点跟上缘的距离。接着我们在侧线往下7公分的地方做一个标记，在左端的中点也做一个标记，把这3个记号用一个弧线连起来。沿着刚刚的弧线把多余的布料剪下来。接下来你会需要剪裁的是等一下要做的肩带的3公分宽的缎带，长度就因人而异，我的是2条35公分长的缎带，供大家参考。拿刚刚剪剩下来的布，我们还会需要做等一下要包覆在松紧带外面的布块，总共4块。制作的时候实际测量我所需要的是2段5乘6公分的松紧带和4块10乘6公分的小布块。另外还有背部的一个假绑带，需要的是像这样子的双弹头的形状。再来我们要画裤子的模板，首先测量好你想要的裤子的长度，然后在它的上端画一条跟它垂直的水平基准线。接下来我们要在裤子的中间画一个标记，是你的胯部深度。这个胯部深度就会是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从腰际线一直到碰到椅子的这个弧线的距离。在最上端的水平线标记1/4臀围再加3.5公分的这个长度，胯部深度要标记的水平距离是1/4臀围再加10.5公分，在最下面标记的是1/4臀围再加8.5公分，或者是你可以自己测量你想要的裤管的宽度，这个长度再除以2。裤头最右侧这一条垂直延伸线的下面往上8公分，跟胯部深度这一条水平线的端点做一个弧线的结合，这会是到时候我们的胯下的部分。接下来只要把胯部深度这条线跟裤管的这一个线的最右侧连接起来，在周围加上1.5公分的缝缝，在最下缘裤管的地方我留了4公分的缝缝。裤管因为要往内翻折，所以会遇到比较宽的地方，所以要特别注意它的缝缝的角度。裤头部分等一下还要再做一些修改，所以我们多留5公分的缝缝。背板的部分跟前板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在裤头最右端要往内2公分做一个标记，然后把这一个水平的延伸线往内凹折，这会连带的影响到这个胯下的弧度。接着把这个裤裆的延伸线往上再加3公分，这时候拿前板的侧线来对齐现在的侧线，把刚刚延伸出来的3公分切齐到前板的另外一端的裤头，也不一定是3公分，我就想要做一个超级高腰的效果，所以我前面加了3公分，后面加了7公分。调整一下前板的缝缝，再
把背板的缝缝加上去，注意到它裤管的设计，就完成了裤子的模板了。在画好模板之后，测量模板的腰围，如果有多余的布料的话，你可以考虑跟我一样做一些腰身的设计。在剪完布料之后，别忘了在背板上面做一个小小的叉叉，当做是标记，比较不容易搞混。接下来要剪裁的是口袋的部分，口袋总共需要2对20乘25公分的长方形。在其中一对长方形，我想要做一些斜开口的设计。这边斜开口的程度可以按照个人喜好来做调整，就别忘了留1.5公分的缝缝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剪裁的是要做假腰带，就是隐藏性的腰带。拿出你刚刚画好的前板跟背板，沿着它的缝缝的边来描绘。记得如果你有做腰身的话，你必须先把腰身折起来做这个部分。而至于这个隐形腰带的内衬的宽度需要多宽，可以按照个人喜好来做调整。我还是用我习惯的6公分来做。要特别小心的是，这里我们已经包含了缝缝1.5公分了，所以如果要直接剪裁的话，必须折起来，把缝缝的地方折起来做前板跟后板的腰带的剪裁。可是因为我的角度做的蛮大的，所以我决定要分开来剪裁，总共会剪裁出2段前板跟2段背板的腰带。那因为我等一下要做2段的结合，所以我保留了它原本的缝缝。虽然多剪裁了1.5公分的缝缝，可是相对的可以保留比较多碎布，也算是不会那么浪费的感觉。我觉得今天的剪裁的部分讲得非常的久，感觉有点复杂，希望大家还听得算懂。我们要先缝的是胸部的胸线，就是公主线这个部分的一个弧度。上面要做3个记号，分别是在上缘的部分要往内1公分，以及在胸部顶点的位置，还有最下面下胸围需要缩减的幅度。用一个比较趋缓渐进的弧线把这3个点连起来，接下来就沿着这条线来缝。重复相同的步骤，把内衬跟外部左右两边总共4条曲线缝合好。缝完之后长这个样子，接着把内衬跟外部正面对正面，像这样贴合在一起。在缝合之前，我们要先做肩带，做法就是把缎带的长边往内翻折，然后再对折一次，缝在长边的开口上。等一下就可以一口气把肩带跟上衣上缘的部分缝合，3明治的缝法缝合在一起。缎带的缝线那一端朝外，把它放进这个3明治的夹层里面。放置的位置你可以选择在缝线的内侧或者是缝线的外侧。上一次做的那件裙子我是缝在缝线的内侧，那这一次我是缝在缝线的外侧。在固定肩带的时候，特别去调整到跟平口这条水平线是垂直的状态，所以可能会露出一小段的角角，到时候剪掉就可以了。在背部的部分做上你想要放肩带的位置的记号。那这一次放肩带的这个肩带上面的缝线就要朝内，这样等一下反翻过来穿上去的时候，这个肩带才会是平整的。
我们要缝合在上缘这个边跟下摆这个边，中间下摆这个部分记得留一个缺口，以便于我们等一下做完可以反翻。缝完之后反翻就会长这个样子。接下来要做背部的松紧带，我们先拿出这2条缎带，然后把它们正面对正面缝合在一起，两边都用同样的做法，再用之字形收边之后，把它们反翻过来。我测试了我的松紧带的长度最多可以拉扯到多长，以及我觉得舒服的那个长度。确定之后做个记号，我们要剪出2段一模一样的松紧带，把这个松紧带套进刚刚缝合的管子里面。我意识到这个管子做得太长了，刚好剪成一半会是我想要的长度，所以把松紧带放进这个管子里面，先固定其中一端之后，把松紧带拉到另外一端缝合在一起，大概会长这个样子。重复相同的步骤，做出2个一模一样的松紧缎带之后，我们要正面对正面，像这样子把它缝合在内衬布料的正面的这个边上。重复相同的步骤，把内衬的正面对上这个缎带，缝合在这个边上。缝好之后长这个样子，接下来翻到正面之后，把正面的这个外部往内翻折到缝份一致，然后我们要缝合这个2个边。这个步骤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下缘刚刚留的开口缝合起来。上衣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它背后的这个蝴蝶结的绑带设计。拿出这个剪好的双弹头的这个形状的布料，正面对正面在边上缝合之后，记得留一个缺口，反翻过来，在非常靠近边缘的地方再缝一条平针，把缺口也缝合在一起之后，我们要像这样子把这个松紧带的部分重叠，然后把这个绑带像这样子在外面打一个蝴蝶结，那这样子上衣的部分就做好了。我发现在打一个活结之后，再把它转185度，让它的刚刚比较服帖的那面裸露出来会比较好看。接下来裤子的部分，我们先把刚刚做的这个腰身的记号全部缝合好。接下来把口袋有缺角的那个正面对裤子的正面缝在这个斜开口的地方。缝好之后，我把口袋的部分跟刚刚的那个缝份在边边上再缝一条平针，把口袋的另外一部分像这样子正面对正面跟另外一部分的口袋在边上缝合在一起。我们只缝这个 L 型，这样子等一下反翻过来之后就会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口袋的样子。缝完 L 型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边全部用之字形收边。为了等一下制作过程比较方便顺利，我们可以先把上面这一条边先稍微用针距比较大的平针固定起来。缝好之后长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屁股的那一块，就是裤子的背板，像这样正面对正面，把它们在侧线跟胯下的部分做结合。
这个步骤做完之后，记得先试穿，做一些个人必要的调整，之后就可以用之字形收边，重复同样的步骤，把另外一只裤管也做起来。唯一不一样的点是，我们要在另外一个裤管的口袋这个边上放一个拉链。先用针距比较大的平针缝过这个部分之后，我们把前板跟口袋同侧和背板的缝缝像这样子往两边摊平。在缝制隐形拉链之前，你可以像这样折过隐形拉链，你也可以用烫的把它烫开。把展开过的隐形拉链正面朝下的方式，然后固定在布料的背面的缝缝上。等一下我们就沿着这个隐形拉链的牙齿的部分非常靠近贴近它的来缝这个拉链。现在市面上有在卖可以专门对付隐形拉链的压脚，但一般的压脚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沿着拉链非常靠近牙齿的部分缝完这两边之后，就可以把正面刚刚缝的针距比较大的平针用拆线棒把它拆开。大家其实在缝隐形拉链之前就可以先帮缝缝做收边，但那时候我没有这么做，所以现在我就跟着拉链的边一起来帮这个缝缝做之字形收边，也是可以的。两只裤管就这样做好了，接着把其中一个翻到正面的裤管塞进没有反翻到正面的裤管里面，对齐边边之后，我们要缝的是从背后一直到前面的中线。裤管的部分，我先往内翻折了4公分，用熨斗烫过，然后在边缘的地方往下再翻折，往内翻折1公分，然后用大头针固定之后，缝在这个裤管的边上。再来裤头内衬的部分，我们先把刚刚剪裁出来的布料结合在一起。等一下要结合的边是在上侧的部分，所以我们把边缘跟结合的部分还有下缘都用之字形先收边。我也是到做完这个步骤才发现我的腰带其实做的有点 V 字形。这时候如果想要再回去修改的话，你也可以再重新做一个比较平整的腰带，就不会看起来有 V 字形收腰效果。把腰带结合在一起之后，就可以正面对正面把它跟裤头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要藏在里面的内衬腰带，所以我把它翻过来之后，在缝缝上跟它这个腰带的边上缝了一条平针，做比较平整的结合。因为我们刚刚对齐的是其中一条侧线，所以应该会在另外两边两端多留出1.5公分的缝缝。像这样往内翻折，把刚刚的隐形拉链也折到里面去，然后我们要缝合在这个侧边的边上，这样就算是收尾了。你当然也可以为了把线藏起来，反翻过来缝。为了固定口袋还有视觉上的效果，就是有一个腰带的效果，我把口袋跟裤子本身在外侧的地方边缘上缝了一条平针。虽然没有实际的功能，但我觉得它有一种收腰的平整的感觉。在口袋下缘跟侧线的地方，我也缝了一条水平的平针来加强固定，以免到时候手放进去的过程当中把口袋跟侧线拉坏。第一次设计裤子的版型，我还蛮喜欢这种宽松很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另外做了一件牛仔的版本。
第二次做的时候，我先缝合拉链，才做前背板的结合，感觉制作上会比较容易一些。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在剪裁口袋的时候，我把口袋做的比较低一点，没有那么靠近腰间。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的话，可以给这集按赞。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的话，你可以按订阅频道。那我们下次见咯，谢谢大家，再见。